伊朗媒体总结了俄乌冲突的9大教训，某些结论值得我们重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作为俄罗斯最亲密的伙伴，伊朗人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值得我们关注。既然是总结俄乌冲突的教训，那主要就得说说俄罗斯方面所出现的严重失误。伊朗外交网站发文认为，俄罗斯军队如果在乌克兰遭受失败，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可能导致出现类似于苏联解体那样的情况。当然，乌克兰如果要进攻俄罗斯本土，可能会遭到核打击，后果也很严重。所以，双方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伊朗人还总结了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出现的9大失误，其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比如，领导人在面临战争选择的时候，不能基于个人判断做出决策，或者盲目相信某些人的意见。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普京相信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给出的乌军不堪一击的评估，再加上对俄罗斯军队实力强大的判断，这也是导致后来俄军在乌克兰受挫、战事陷入焦灼的主要原因。选择开战一定要基于科学的决策，而不是情绪，更不能仅仅是个人的判断，这个与魄力无关。相比于俄罗斯，中国在面对挑衅时所体现出的战略定力和外交智慧都是非常高的。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解放军的实力不知道要比台军强多少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两岸政策，最大限度地谋求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同时也给台独分子和企图干涉台海事务的外国势力画下红线，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时候保持战略定力，比有勇气发起一场军事行动更有智慧。盲目的相信对手很弱，自己很强，轻启战端，很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发展陷入困境。还有一点，伊朗人认为，无论是领土、人数还是武器数量优势，都不能保证获得胜利。比如，俄罗斯的领土是乌克兰的好多倍，俄罗斯军队的规模、武器装备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乌克兰。但是，现代战争需要数量，更需要质量。数量优势不等于质量优势，更不等于能够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大规模战争。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伊朗专家的第3个观点是，北约是可以被团结的，各国的立场也是可以改变的。这与当前俄乌冲突对全球地缘政治影响非常契合。由于俄罗斯实力的衰落，中亚几个斯坦国开始远离俄罗斯的影响力，塞尔维亚计划制裁俄罗斯，巴基斯坦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由于俄罗斯军队没有打出优势，时间又拖得很长，有可能导致原先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转向西方一边。另外，北约原本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存在的合理理由。但是由于俄乌冲突激活了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帮助美国巩固了全球霸权。最后一点，伊朗人认为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不会有赢家，这个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未来如何解决两岸的统一问题是需要精准决策的。如果展开武力统一的行动，就必须速战速决，以避免打成持久战。有人说，俄罗斯通过俄乌冲突获得了领土收益是赢家，也有人说，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收割了欧洲，维护了全球霸权也是赢家。其实，只要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那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可能才是真正的赢家，因为任何参与武力对抗的一方都需要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大量的资源，而这可不是白给的。伊朗人对俄乌冲突的总结还有这么几点，比如混合战争的效果被证明作用有限。中国与美国在台海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其后果将会导致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多个领域进行激烈较量。这些议题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就不再赘述了。从伊朗人的观点可以看出来，一个大国保持战略定力非常重要。不远的将来，中国会面临两岸
采取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很多网友议论说，为什么不尽快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其实大家都明白，解决台湾问题将是一场关系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大事，我们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要考虑到最困难情况，避免陷入一场消耗战，避免两岸的民众和经济遭到较大的损失。所以，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但是又不急于出手，而是要创造最有利的时机，力争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这需要大智慧和高明的决策。任何一场战争都关系着一国甚至多国的命运，没有法理基础，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能轻启战端。俄乌冲突的教训值得人们深入思考。中国几十年不打仗，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下，这正是中国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伊朗国内的设施经常遭到以色列的袭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隐忍，直到时机成熟，才在某个方向发起反击，说明这个民族也不简单。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